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，愿为市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边关小城遭到柔然部队的袭击，首领名叫布利可汗，柔然12部的统帅，能够空手接下别人射来的箭。这次入侵中原就是为了一雪前耻，为父亲报仇，顺带扩张下领土，抢点金银珠宝。在这里说明一下，可汗的父亲是被中原的皇帝亲手干掉的，他们两者之间有着仇。这次的突发袭击，城内早已有着他的奸细，他就是可汗身边最强的助手仙娘。此人拥有着强大的气，但因为女子学习武术不受世人认可，被称为了巫女。仙娘能够变换成飞鹰，也可以变成人的模样。正是有了她的帮助，小城的士兵全军覆没，可汗才能轻松地取得胜利。仅掏出一名士兵来到皇城报信。皇上听闻了柔然入侵的消息，大发雷霆，他颁布法令，要求每户家庭必须出一名男丁参战，用来抵御入侵者，保卫国家。而到皇城报信的士兵竟是仙娘所变，他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战。仙娘帮助可汗是因为世人不能接受他，只有柔然才有他的容身和用武之地，即使有时被骂，他也只能选择忍耐。画面一转，一位小女孩在田园里练起了舞，她就是我们的女主花木兰。她的体内有着一股强大的气，这种气与生俱来，类似于真气或者说是内力，一般只有男孩子才能拥有。木兰从小性格爽朗，天真活泼，喜欢舞刀弄枪，飞檐走壁，但因此时常闯祸，在屋顶上抓老母鸡，这些都是常规操作。哪怕从楼上掉下来，她也能安稳着地，身手十分了得。在邻居看来，木兰从小崇尚武力，都把她看作是巫女，十分的嫌弃。在那个年代，女人需要的是温柔贤惠、知书达理，嫁个好人家才能为家庭带来荣誉。像木兰这样的行为，只能为家庭带来耻辱。晚上，木兰听到了父母的话，知道自己惹了不少麻烦。懂事的她来到院子里修补踩坏的凤凰雕像。父亲看到她后告诉她，凤凰是祖先的图腾，代表着浴火重生。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他都能生存下来。一直默默支持木兰的父亲劝说他收起锋芒，隐藏自己的天赋，只有将来嫁个好人家才是唯一能够光耀门楣的事情。时间飞快，木兰到了已经可以出嫁的年纪，母亲通过媒婆替她找来了一位如意郎君。在去见媒婆之前，木兰在家精心化妆。随后媒婆教导木兰礼仪规矩时，一只蜘蛛跑了出来，吓坏了大家。想要保护察觉的木兰本想接住，但因为服饰的束缚，都一一落地摔碎了。媒婆非常的生气，在众人面前指责花家。就在这时，士兵带着皇帝的口谕前来征兵了。他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派一名男丁去参加对柔然的战争。花家没有年轻男丁，年迈的父亲只能亲自接受士兵手中的征兵令。上一次的战争让他一条腿残疾了，为了保卫国家，这一次他也义不容辞。家里人都知道，父亲这一走便是有去无回。出发的前一晚，父亲拿出了自己的佩剑，看着年迈的父亲手中的剑都拿不稳，木兰伤心的落泪了。父亲则安慰木兰自己会平安的回来。在他走后，木兰拿起了那把剑，看着上面刻着忠勇贞3个字，他决定拿走了盔甲和佩剑，女扮男装替父从军。父亲一大早起来准备出发前往战场时，看到自己的佩剑和盔甲都不见了，十分的懵逼啊。直到看见了发髻，才明白了木兰的想法。这一刻，家里人都不敢去追木兰，一旦事情宣扬了出去，他会因为犯了欺君之罪而被处死。父亲来到了祖堂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祖先保佑木兰平安归来。在去军营的路上，木兰迷路了，他把最后的苹果喂给了马，可能也是这份善良感动了上天吧。家族的凤凰导航出现了，为木兰指明了前方的道路。来到军营后，这里的一切对木兰而言都是陌生的，她的警惕性非常的高，用起了假的名字花君来隐藏自己的身份。在报告时，木兰和一名男人发生了冲突。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，他们的指挥官董荣将军出现了，阻止了两人的战斗。木兰浑水摸鱼，成功的进入了军营，但是这里面全是光溜溜的男人，这让木兰极为的害怕，小心谨慎。所幸军官要有人去站夜岗，木兰急忙争取到了这次机会。就算是冒着大雨要坚持站岗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女儿身，她只有等所有人睡着了才能休息。军营里制度森严，新兵的训练也是十分的艰辛。木兰身为女子，却丝毫不逊色于男人，因为她比别人更加的坚持努力。很快，木兰融入了军营中的新生活。在一次和战友切磋武艺时，木兰没有隐藏住身上的气，展露了自身的实力，直接秒杀了对方。所有的新兵都看傻了眼了。董将军刚好也看到了这一幕，木兰非常的后悔，想起父亲从小的教诲，让自己隐藏锋芒，可这一次却被所有人看到了自己的实力。正当木兰懊悔时，战友都赶来表示祝贺，但因为木兰一直没有洗澡，身上的味道遭到了队友的嫌弃。夜晚来临，木兰偷偷的独自溜出去洗澡，
这时白天和他对决的战友也刚好来了，他靠近木兰表示想和他做朋友，木兰哪有心情跟他说话呀，果断的拒绝了。好在没一会儿他就离开了，木兰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此时柔然的可汗秘密勾结了别的部落首领，计划着一起向皇城发起总攻。仙娘在旁边聆听着，看到首领们对自己的歧视，这一刻他明白了，自己不过是他们的工具人。军营里，董将军约见了木兰。自从那天比武知道了木兰爆发了气以后，董将军让他不要再隐藏自己，只有展示自己的实力才能成为优秀的战士。从那以后，木兰开始了更加刻苦的训练。展露气以后的木兰，战友们在训练时只能远远地瞭望着他的身影。登上山地的那一刻，木兰成为了新手营的扛把子。另一边，可汗在仙娘的帮助下，柔然军队势如破竹，攻无不克，占领了许多的城池。木兰所在的军队磨练多日，终于要前往战场了。出征之前，木兰找到了董将军，想向他表明自己的身份。董将军以为是他对战前的恐惧，鼓励他，并表示战斗结束后会让木兰来当自己的女婿。木兰听了这么多鼓励信任的话，决定继续隐藏自己的身份。辽阔的山川之中，战斗一触即发。可汗带领着大军发起了攻击，木兰所在的军队早已列阵迎敌。一阵万箭齐发之后，干掉了不少柔然兵。眼看情况不妙，可汗在半路中选择了逃跑。董将军一看对面这么怂，就派木兰几名骑兵发起追击，柔然兵反向骑马射杀了他们。木兰技术高超，完成了反杀，一回头才发现只剩自己一个人了。追着追着，木兰迷路来到了山川深处，突然天空中的飞鹰攻击了他。这只鹰正是仙娘变化而成的，两人直接动起了手，但木兰完全不是对手。仙娘看出了木兰的伪装，他不敢面对真正的自己，无法发挥出气的全部实力，随后扔出了飞镖，打昏了木兰。当木兰再次醒来的时候，看到了剑上的钟永贞三个字，他决定卸下伪装，做回真正的自己。而凤凰也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木兰卸下了自己的盔甲，只见他一身红衣，长发飞舞的前往战场。战场上的木兰开启了无双模式，没有任何人能抵挡住他一招。随后木兰看到了柔然的投石机，对军队发起了攻击。看到战友被火焰吞噬，死伤惨重，情急之下他发现了身后的雪山，于是纵马飞驰绕到了敌人的身后，一连射出几发冷箭之后，柔然兵愤怒了，他们马上把投石机转向对准了攻击自己的方向。看到一颗火球飞向了雪山，木兰立马开溜，没有任何意外，山上发生了雪崩，滚滚而来的大雪奔向了敌人的阵营，柔然兵被大雪掩埋，全军覆没。这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！雪崩的时候没有一个柔然兵是无辜的，凭一己之力救下军队的花木兰，也在大家面前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想要获得将士们的认可。董将军觉得木兰的隐瞒是对军队和花家的蒙羞，就按照军令将木兰除名了。木兰只能伤心着一个人离去，她不敢回家，害怕自己的父亲蒙羞，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子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。木兰只能独自一个人哭泣着。这时仙娘突然出现在她面前，她告诉木兰自己和她同病相怜，因为有着强大的气，所以被世人嫌弃。仙娘希望能和木兰一起联手共创大业，说出了可汗的计划。木兰果断地拒绝了他，立刻回到军营，告诉了大家可汗的阴谋。原来柔然人在路上的进攻只是一个幌子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这次的佯攻直接绕后偷家。柔然的精锐此刻就在皇城中，他们想要杀死皇帝，进而夺取皇城。虽然木兰曾经对大家有所隐瞒，但身边的战友纷纷选择了相信他。董将军也立刻下令整军出发，赶回皇城进行营救。进入皇城的木兰和军队遭到了柔然人的埋伏，激烈的战斗中，木兰独自一人突破重围，前往大殿进行护驾。可大殿上早已不见了皇帝的踪影，原来丞相早已被仙娘干掉，他假扮丞相的样子赢得了皇帝的信任，把他骗到了柔然可汗的陷阱中。皇帝虽然武功了得，但也架不住别人的群殴被抓了起来。此时木兰进入大殿中，看到了仙娘。仙娘在看到木兰那一刻简直不敢相信，一个女人居然可以领兵。随后在木兰的毒鸡汤中，仙娘大彻大悟，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她变成飞鹰，带着木兰找到了被俘虏的皇帝。可汗正在皇帝面前装个逼，叫嚣着没有人能救他。木兰就追了过来，可汗看到后懵逼了，直接拔剑射向木兰。仙娘在这时纵身一跃，替木兰挡下了致命一击。他牺牲了自己，希望木兰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宿，能够被世人理解和接受，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。木兰独自跃上高架进行迎战，与可汗大战了起来。虽然木兰的气很强，但仍然不是可汗的对手，手中的剑也在战斗中掉落了。在这危机的时刻，木兰受到了皇帝的鼓励，她觉醒了，就像凤凰一样涅槃重生，越战越勇。高架上，木兰直接夺走了可汗手中的剑，将他击败，
就在木兰解救皇帝时，可汗突然放出一支冷箭，谁也没有想到，皇帝直接接住了他。木兰凌空一脚，把剑还给了可汗，干掉了他。在他没接住剑的那一刻，和中原皇帝的对决中，他就输了。大殿之上，皇帝认可了木兰，称赞他是伟大的战士，想要让木兰留下，在皇城之中担任军官。木兰婉拒了，他要为曾经对家人的不辞而别去请罪。看着奔赴战场的女儿回家，周围的邻居都带来了崇拜和称赞的目光。父亲没有责备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木兰一直都是自己心中的骄傲。这时，将军带到了皇帝的赏赐，木兰拯救了王朝，整个国家都欠他一个人情。看着赏赐下来的佩剑，将军再次传皇帝的口谕，邀请他进朝为官。木兰重新接受了封赏，成为了王朝的将军，世代的传奇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